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今天我们来玩魔方最后一款机器恐龙嚎叫，目前还只是一个测试件，并不代表大货的最终品质。我们可以看一下，并没有外包装，人形的样子可以说这回做的非常不错了。配件的内容，一把大剑之外，两个手腕可以折动的替换造型手。我们跟动画里边来对比一下吧，身上的一些元素还原的还是非常到位的。胸口这一块的线条纹理，包括中间的这一块图案的刻画，小腿部分这一块的宽度做得很好啊，它中间其实是有一个夹层条的，在龙形的状态下把它张开了。人形又把它缩窄了，后背的观感非常好啊，并没有太过明显的头胶空洞暴露，而且背包整体这一圈黄色的零件全部包了起来，团在了一起，让这块背包的一体性显得很好。最棒的还有腿部内侧的这一块面板，整个用灰色的零件全部遮盖了起来，所以不会露出来任何的龙形的细节。头雕的样子憨憨的，也是魔方的这个统一风格。360度旋转，变形需要后脑勺开口的球腕可以抬头90度，胳膊侧举可以举到135度，前后旋转的话会被后边的这一块龙尾巴挡到啊。但是呢，它这里做了蝴蝶关节，打开里边的这个扣子，这有一个双关节，你这回再来回旋转就没有问题了，而且这一块也会增强一些可动性。二头肌360度旋转。胳膊肘一段关节的曲臂，但是也能折到135度，挺大的一个范围。手腕球形关节左右旋转，腰部360度旋转变形的需要，并且这里边做了魔方祖传的 Z 字弯腰关节。侧裙甲打开，前踢这个裤衩是连在一起的，做一个前托式的，所以举起腿的幅度也很大。但是这么做的话，不好的就是后踢幅度几乎没有了。侧抬90度没问题，大腿根部左右可以旋转，膝盖这个位置设计了2段关节，从上边的这一段已经可以折到90度了，下边这里还有一段变形的需要，所以是可以把腿部整个这样叠放起来的。也是因为变形的需要，膝盖这里还能转动，这个轴还挺紧的。脚踝整脚的接地。可动性做得非常良好啊，所以呢，叶师傅蹲也是可以轻松的摆出来的。脚丫子很大，支撑的稳定性也没有问题。来，小亮整个活儿，相当的不错的一款人形。那我们开始变形，看一下这回的结构如何。首先第一步，魔方祖传式的最近祖传的这个收手臂的方式，打开盖子，把拳头团进去，然后我们翻到背包来，把这一层折起来，下方这里有2个小的挡肉灰色零件，把它拔开，接着顺着脖子和根部的这一块把它拉出来，旋转180度，中间是一个回转的杆子，把它放下去。全尼龙材质的零件啊，所以这个强度不用担心。再把根部这里的双关节 Z 字拉出来，脑袋旋转180度，折上来90度。跟这儿贴好，前方这块打开之后，我们把腰部这个双关节拉出来，后边这里有一个方便你指甲拨的地方，打开这里边的一个插扣，把中间的这根红色的棍子拉起来，然后看腋下这里，背包的黄色和红色零件连接之间有一个插扣，把这儿掰开，90度把它立上来，接着前方这一块整个的红色面板就可以脱开了。这一块脱开的过程中，当你逆变的时候啊，翻折下来，会发现胸口跟这里有一个缝隙，把这一块再往回推一下，人形的时候才把胸口这一块拼齐，变龙形的时候直接往起翘，就自动把这块缝隙张开了。尼龙的料子韧性也很强，没有问题。来处理一下尾巴的拼合，先从这一块打开，上方这里有一个小的三角区。折开之后，后边这里的空间不阻碍了，我们把这一块根部旋转一下，整个的包上来，侧面有一个插扣固定，这一根棘刺90度再立起来，包成尾巴的样子。这些都处理完成之后，我们继续往前折，挪到前方去，不要阻碍空间。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手臂和后腿换一个角度，可以把这根部先旋转一下，这一块也挪起来。顺着这个地方根部啊，还有一个旋转的转轴，把它打开，从前往后的打开，立好，
腰部这里腾开，顺着斜坡的这个角度啊，把里边外边旋转个180度翻过来，再回归扣上去。现在我们就不需要锁腰部的这个扣子啊，直接往下压，往内折叠，把这块夹进去，然后把这一块回归下来。腰部拧个180度，先备用。然后前方这块黄色的盖子往下落，侧面这里有2个黄色的插扣，对应胸口两侧这里的2个插口，我们把它压紧。这一块其实很关键啊，一定要把它插到底，起到的是一个揪筋的效果。接着2个尾巴左右90度结合过来，夹住。在这里又有2个插扣，顺着根部这里边把它推紧。尾巴这一块我们现在就整理好了，腰部的双关节再回归。都团好之后，我们打开这条龙腿，看一下内部的这个结构定到位没有。好，差不多。我们把这小臂旋转个180度，顺着肘关节跟这样折一下，放在这儿，把它顶住。基本上上半身就处理成这个样子。来遍腿部，腿部的难点还是比较多的，毕竟结构也是比较复杂。你别看这一条腿里边塞了很多的东西，要记得顺序，先把小腿顺着膝盖的位置旋转180度，给它拧过来。然后我们需要推着这一块大腿的根部，顺着膝盖这一块有一个插扣，把它打开，顺势这边的燕尾插槽90度给它翻折出来，脑袋藏在这里面，然后根部这里又有一个燕尾插槽，把这里推一下，脚踝折出来，这个时候就解锁开了3层。上边这个小片挡肉的零件90度把它收纳进去，脚踝的位置我们先挪出来，腾出空间。龙头后边脖子的盖板下方这里有一个燕尾插槽，顺着这里打开，把龙头给它顺出来。张开之后，脑袋旋转180度，这个关节放在这里备用。现在这一块已经完全张开了，里边这里看到一个夹层的片儿，我们把它180度翻折出来，再把下方这里往外翻折。这个时候可以先收纳脚部了，把这一块双关节对折起来，注意根部开口的球关，而且根部这里还有一个轴，双关节折过来，顺着根部的这一块往前推，推到底以后啊，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定位的凹槽的，跟这个轴刚好的扣在一起，这块并不能插，但是方便你定位，这个就好了。然后外侧的这一块根部有一个180度的旋转，这边的燕尾插槽跟它扣一下，包起来。外侧腿部的这一块零件，我们把它打开，顺着这个根部旋转180度，不用担心啊，尼龙的材质，挺紧的还好。旋转过来以后，根部这里有一个插扣，先把这里结合上，钉住。接着上方这里一个插扣，2个插扣，再把这一块夹一下。现在就实现了一个腿部小腿的一个加宽，也算是一个所谓质量转换的技术了。在往回收纳的时候呢，注意这个根部啊还有一个向这边撇的轴，打开它，翻折180度，把这一片贴到里面去，往回放，这一块收下来。现在先不要往上闭合，我们在上面的这一层里边有一个钩子，先把它挂上。下方的这一块，刚才那2个扣子我们脱开啊，这里边还有很多锁的位置，一个挂钩，2个、3个，这边是燕尾锁。好，先摆到这里备用，因为2条腿一会儿我们要同时的一起夹合，包成现在的样子。可以先把这一块上半个中间的插扣对在一起，夹住，
然后往回推，顺着这里2个黄色的挂钩把它挂上。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一块根部2个扣子先行必须得闭合到位，前边这里还有揪筋的。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一条腿先对上来，注意上下的2个插扣，这里拼合齐，前方这里的挂钩，尾巴这里的挂钩，身体中间的燕尾锁，把这些地方同时的扣合。如果你像我前面做的那些步骤变形到位的话，这一块是就等在那里的，直接往上扣合就很容易的扣上去了。如果发现这里边够不到啊，那肯定是你前方这一块有一些地方变得不到位，或者后边这里中间有一些地方干涉着。两边全部闭合好之后，肚子下方这里的插扣夹在一起，脖子下方这块面板根部是个燕尾锁，把它对插夹住。侧面这里也有2个燕尾锁，要同时的往上扣。脑袋这里夹住，往下翻折，这里边有多段的关节，从第1段向上折叠90度，然后顺着这个滑槽直接插进去，推到底。环环相扣的揪筋结构啊，也是这一次一些燕尾锁和挂钩位置需要注意，还有里边的这一些必须得摆放到位的零件角度，可能是这一次嚎叫的一个变形最大的难点吧。但是巫师爱用这个燕尾锁扣啊，主要原因还是尼龙的材质啊，一个偏韧性，第二个必须得有一个揪筋，你才能让缝隙这些地方密合对得很准。最后来变形腿部前肢这里直接90度转出来，脚尖这里还能动啊，旋转180度，后边这里有空洞，翻出来里边的盖板。后肢翻起来这一块盖板，根部这里也是一个燕尾锁，顺着这个指甲缝儿再打开一层，后腿折出来，然后盖上。其实相对来说，这一款是5龙里边变形设计最复杂的，但是呢，2个形态也是这5个恐龙里边我觉得兼顾的最好的吧，难怪它最后一款出啊，好东西果然要留到最后才上菜。这款小剑龙做的还是非常可爱的，鼓鼓的身形也和动画片里边非常的接近，甚至你从这个角度看，它都没有什么特别露怯、头角空洞的一些明显的地方。尾巴这里包覆的很好，我们直接拿动画图来对比吧，各个角度看，包括一些元素的还原度。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真的觉得这一次的嚎叫相当的厉害，厉害到就连你翻到肚皮下方这一块包裹的都是很好的啊，除了有一个硕大的菊花，这一块位置有一个手指粗细的窟窿，仅此一点，就这一个窟窿，其他的地方全部包上了，哇，真的好。而且一直在说的尼龙的这个乌突突的消光的感觉啊，非常的适合做机器恐龙，哎，真的就和动画片里边的那种感觉非常的接近啊。可动方面来说，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胳膊这样可以平举，什么胳膊前肢啊，360度旋转。这块因为变形的关系呢，还可以往后折叠一段，也是因为这里边为什么做了一个缺口呢？不把它盖齐，为了这儿的可动，左右变形的需要也能转动。甚至前肢这里还做了脚尖，后腿也是可以打开360度的旋转。同样，膝盖这里留了缺口，也能从这儿进行一些弯折，但是注意不要把这个盖子撑开了。这一段还有一个可动的关节，但这个就没有前脚趾了。尾巴为了照顾一体性，没有做任何的可动关节。头部，哎，这回可以做到上抬了，这里边独立做了一个脖子的关节，而且也不会脱肉，还抬得挺高的。但是可惜，因为变形机构是2片对合在一起的，所以没有做左右旋转。嘴巴可以打开，顺着里边还能往下翻一个转轴，也是可以把特效件插在这个口腔里边。虽然目前是一个测试件，但是变形机构已经能看得出来一个大概了。可以说这款嚎叫是魔方的5个机器恐龙里边做的最好的，没有之一啊。2个形态的兼顾效果可以说基本上能达到了90%左右，相当厉害的一个完整性啊。尤其在龙形状态下包裹的还这么好。如果说上一款飞镖鸟头的真假切换是为了实现腰部的转动以及肚子上边的一些细节的转换，这次嚎叫大臂和后肢的这个真假里外切换又是实现
现了动画片里边一言不合变大缩小的质量转换技术。人形的小腿和龙形的身体的这个宽度也是一个质量的密度压缩，也是一个很能代表巫师的设计风格，用传统的片片去撑开一个本不合理的质量转换。当然，这么多优点换来的是变形的过程相对来说也是5条恐龙里边最复杂的，尤其腿部这一块转换的时候啊，你必须得有一个先后的顺序，不然的话有一些零件绊着它会不容易出来。好在纯尼龙的用料，就算不按这个严格的要求顺序转换的话，你别着劲儿也能把它别出来，而且料子的韧性很好，基本上不会白痕损坏的。众多的燕尾扣和挂钩能把这款龙形揪一个非常完整的形态，前提是你要把里边的零件摆对了位置，整个的扣合上去以后一体性还是非常好的，绝对不会散开。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次魔方的嚎叫做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